怎么会跟他办这个政见发表会有关系呢？难怪国民党被人看不起。如果觉得救灾需要的话，一开始灾难发生就应该做，这是民进党中央政府的工作啊。第二也是花莲县政府的工作啊，跟国民党中央有什么关系？你们在怕什么？题目都出来了，考试前跟你说，题目重新改，有这种事吗？无非就是害怕说有人透过政见发表会越战越强，害怕郑丽文选上，是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取消郑丽文资格不就好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最新的选战呢，新的全党民调出炉。这个全党民调出炉叫做内部流出，郑丽文大幅领先30%，郝龙斌说的17.4%，罗志祥16.3%，你有30.4%党员尚未表态。张亚中这次滑落的幅度非常非常大，因为上次他差点把朱立伦干掉，所以这个是有些张亚中支持者可能比较意外。看起来现在是一家独强，两家次儿。再来这里提到说，郝龙斌党员民调大幅落后，赵少康作为郝龙斌的好友友，第一时间跳出来说，我知道谁在放消息。赵少康说，通常民调公布谁委托怎么做，误差范围多少？昨天看到民调的时候，没看到谁委托，到底谁在放消息，到底哪个候选人放消息，他知道，但他不方便讲。我先说这一局的党主席主持，我没有介入。我说党主席选举，我只占3成。第一个朱要不要续任，第二个卢要不要选，第三叫其他。有6位的参选人都在我几个月前讲了其他这个范畴。但我确实觉得这个新闻很奇怪，因为我记得在前1-2周，艾普罗民调是郝龙斌和郑丽文是伯仲之间，强哥是第3。可是，在2个星期后的今天，突然有一份据称是内部的党员民调，但是没有委托单位，没有调查时间，然后突然就说郑丽文是以30%的支持度领先，郝龙斌17%，罗志祥16%，这个数字是很吊诡的，因为在每一次的选举中，就正规的不管是议员、立委或者县市长、总统选举，在选举过程中，如果有5%以上的变动，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动。我不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会有这么大幅度的，所以这个绝对数字，我坦白说蛮可疑的。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做这个，可能赵少康知道，但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数字绝对是有猫腻，他塑造的就是一强二弱。郑丽文直接用2倍的差距领先了郝跟罗，这个手法到底你想要塑造的效果是什么？这个民调没头没尾，突然就爆出来，哪间做的，怎么做的？他说号称是有全党员。好，那国民党党员名册什么时候更新呢？我们到底什么时候知道国民党党员的名册里面实际的分布状况？这样的状况能够具体去呈现这所有的党的这个问题啊？我认为一定有这份民调，就有人急不可耐的看到了郑丽文领先，把它丢出来，这件事情放出来，当然对郑丽文有利啊。可是从国民党中央流出来对郑丽文有利，合理吗？郑丽文所打的是一个改革派的角色，而且很明显，他跟现在的党核心他是不一样的。倒不是他们不合，而是他们就是不同挂。那到底谁放的呢？最好玩的是赵少康的反应，我知道，但我不方便讲。谁让他知道又不方便讲？那现在如果讲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批吴敦义、朱立伦有私心，郝龙斌是国民党主席最适合人选。赵少康提到过去2次地方选举多好，但总统大选都选不赢，就是因为前党主席吴敦义和现任党主席朱立伦有私心。这一轮他要选的时候，他还跟郝龙斌还有朱立伦3个人有碰过面的，对，有开过会讨论的。而且在今天之前，他从来没有骂过朱立伦，至少这个开始跑选举之后，他是没骂朱立伦。怎么突然开始骂朱立伦？都想选总统，有私心，判断时机就不对，这是10年来最好重返执政机会。郝龙斌的无私非常重要。赵少康表示国民党是大党，15个执政县市最大的立法院党团，党主席要能跟地方县市党团来协调，让党内团结起来，党务革新呈现起来，世代交替。若不能协调地方立院党团沟通，就会令不出党中央。论口才，前立委是强将；论网路空战，罗志祥是强将。但战将不能当党主席，而郝龙斌当党主席可以用很多的战将，适者生存，不是强者生存，否则恐龙怎么会灭绝呢？好，就是现在最适合当主席，后面都在帮郝龙斌做商业推介。可是你仔细看，这么长的商业推介，他放在后面，他先对朱立伦开火，这很微妙啦。因为就像历史哥刚刚讲的，一开始郝龙斌参选的时候，他强调他是跟朱立伦跟赵少康是讨论过的，3个人有私下碰面跟讨论过的。当然，国民党的党员选举未必是朱立伦能够一手掌握的。说真的，朱立伦上一次当选党主席是非常的惊险，所以这不是说朱立伦他身为现任党主席他就可以这个直接操控选举的结果。有时候搞不好还有反效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蓝营的人是真的很讨厌朱立伦。赵少康出来起手式，竟然是对朱立伦开炮。接下来讲郑丽文跟罗志强，他也夸奖说这2位都是战将啊，但是战将不能当党主席。郝龙斌当党主席可以用很多战将，这都没错。我们在意的是他为什么用这种的论述方式，有点也没有到贬，他也的确夸奖了郑丽文跟罗志强，只是他说了战将不适合当党主席。我决定发起一个意见调查。赵少康说泄露的人他知道，你觉得他指的是谁？
我不太认为是党中央放的。虽然就过去的放话的习惯来说，10之8九都是党中央放，但我觉得这次放话的风格不太像党中央。我先讲一下，我用排序法的思路是这样子。朱立伦，我觉得可能性很低。我们在政坛上看放话，我们就想说放这个话的效果是什么？假设今天这份民调是朱立伦放的，那他想做成什么？他达到这个效果吗？我再给大家一个思路，通常做这种放话的都不会是一般这些蓝营网友整天在讲谈论政治，讲那几个你们认得的大头。你刚才讲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不是朱立伦放的，也可能是大头放的。对啊，那我们就要问说，那这个大头他想做什么？他想为人做什么？搞不好是朱立伦的大头啊，也有可能不是他本人放的。那看显然赵少康很不爽，他知道是谁，所以对这个很不爽。还有一种可能是大家网友在留言不会猜到的。我刚刚说的国民党是一个宫廷文化，很多人喜欢揣摩上意。国民党的中常委他未必是现任党主席的人，各有私心，各自行动。这一些中常委你根本叫不出名字，这一些人就很有可能在这种党内选举中各有各的算盘，各为其主，然后去搞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但我们能做个总评吧。现在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已经从所谓的君子之争变成骂人之刑，比如说张校长每一场都在骂人，越骂越狠，从第2场骂到第3场，第3场骂的简直是炸裂级的骂，甚至呢攻击郑丽文，从民进党到国民党的政绩，也攻击罗智强，都是往死里打，也骂过郝龙斌。不管这民调怎么样，这一场党主席选举选到现在，你觉得是正向多还是负向？在这一次的党主席选举，除了张亚中以外的候选人，我觉得他们都秉持着团结的原则，所以我不会觉得这次的党主席选举很负面。可是你说这次党主席有很正面吗？我也不觉得。所以我刚刚答案是 nobody cares。原本今天是有国民党主席辩论，但是因为罗智强跟郝龙斌要到花莲去救灾，所以国民党主席大辩论就取消了。今天的大辩论主要是针对两岸议题。罗智强作为国民党的书记长，他等于是党团2号人物，他不得不去。另外，郝龙斌也向党主席大辩论的主办单位就中天请假，说他要亲自到花莲去慰问救灾。后来还有后续国民党总共有18名的蓝委共同呼吁停办党主席辩论会，以救灾为重，全面投入救灾啊。联合声明叫做我们的未来领导人、党主席参选人们此时此刻在做什么？竟还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密集辩论。联合报声明表示，过去总统大选顶多1到2场辩论，这次国民党主席选举竟要办6场辩论，应该是5场，8场政见会应该是9场。忙碌平凡的产值超人、消防兄弟全救灾志工的眼里的作何感想？国民党才经过32-0的团结力量击退民进党发动的大2败，赢回台湾人民的尊重。此时此刻若一场党主席选举让国民党看起来与人民日益遥远，那我们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那这件事情张亚中很不爽，辩论会主题叫两岸关系，上周就有人猜会用救灾来回避，所以张亚中认为这是个阴谋论。那另外呢，郑丽文直接亲上火线讨论这件事情。那在讲郑丽文的回应之前呢，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国民党党主席政见发表会本来要办9场，也因此缩编。我们来看一下，场次缩减到3场，也可以适度回应很多的党员跟社会的期待，让更多的关注是回到这个花莲的这个救灾复原的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基于这个状况，我最终的这个裁示就是取这个折中的方案。也跟大家特别报告，今天会议最后的结论是由党中央来做决定，而非由6位候选人来做决定。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原来表达了，原来的8个场次里面，若是6位候选人有任何一位认为不宜更动的话，应该就不便更动。所以在这个部分，我还必须再次的强调，最后做出减少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是由今天的会议的主席，也就是党中央来做出这个最后的决定。那看得出来郑丽文阵营是非常的不满。那另外呢，为什么是党中央进行决定？这件事本身也很奇怪啊。这国民党秘书长老实讲，如果觉得救灾需要的话，那应该一开始灾难发生的时候就到现在才来调整，本身就很奇怪。再来，其实灾情第1阶段的救灾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后面是重建复原，这个本来就要非常长的期程，而且这件事情应该是民进党中央政府的工作啊。第二，也是花莲县政府的工作啊，跟国民党中央有什么关系？国民党中央有什么能力救灾吗？全党中央志工下去投入，一边选一边改期程，一边改规矩，几场随便你定，干什么东西啊？难怪国民党被人家看不起。救灾跟政见发表会有什么差别？在政见发表会上面讲出要救灾这件事，难道很困难吗？利用空档去关心灾区，这是各候选人可以去做的事情，不是吗？再来，国民党就在救灾，党主席直接下去灾区，就说作秀也好，怎么会跟他办这个政见发表会有关系呢？题目都出来了，考试前跟你说，哎呀，题目重新改，有这种事吗？逻辑狗屁不通，你要说服
谁啊你啊？那无非就是害怕说有人透过政见发表会越战越强，你们在怕什么？害怕郑丽文选上是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直接取消郑丽文资格不就好了？政见发表会甚至是比辩论还重要。其实我认为不该办那么多场辩论，但是政见发表会该多办几场，根本找借口连借口都不会找。国民党到底要在自己的党主席选举里面失败几次啊？到底在干嘛？难怪被他笑百年烂党。不是几场的问题，是党中央黑箱的问题。你今天就算要改场次，你应该跟所有的候选人通气，讨论过、开过会才可以决定，不是说你就径自去决定。当然3场也够，5场也够，8场也够。你当初决定几场，你开始宣布就该这样结束。就像你宣布报名到几号就报名到几号，随便你改，报名也可以改，投票日期也可以改，有这种主办单位是不是？我跟大家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报告因为今天早上收到党中央的通知之后，很快的大家都得知这个消息。所以我本人还有我的竞选团队就收到非常多的 LINE 跟电话，整个党员的情绪非常的躁动、忧虑、质疑，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今天特别亲自来到中央党部，也向所有关心国民党选举的党员同志们来报告。我最近呢去拜访了卢秀燕市长。我再说一次，郑丽文反对，那你就不该改变。所谓的开会是告知，因为裁决是黄健庭说他裁决的，但黄健庭有权利裁决吗？这么大的事情是秘书长可以裁决的吗？不用过党主席吗？党主席就不用问吗？党主席这种时候就躲起来，也没看他去救灾，在哪里？回答我。今天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随后我就马上收到了党中央的讯息，说今天就待会我们也要来讨论由党所主办的政见发表会是不是也要全部取消。那这一点就相当的突兀了。为什么？因为花莲的灾情发生至今将近2个星期，而且大致上清除清理的工作就在这2天会全部的完成。那在这个时候忽然说国民党因为花莲的灾情要全数的取消政见发表会，这难怪会引起党员高度的疑虑。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要公开说明的原因。其实包括郑丽文还提到一个问题嘛，就是这一些立法委员联名希望取消政见发表。我这么说好了，立委绝对有表达自己意见的空间，就像郑丽文说的，在正确时机做正确事。但我个人认为啦，现任立委表达说不要继续举办政见发表会或者是辩论会这件事情上，我是认同的，因为立委他的服务对象是直接面对人民。可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在这些立法委员，立法委员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最大的问题是国民党中央，你办这个党员选举是面对党员啊，你一开始的规则说改就改，这才是最大的问题，这才是最严重的事情啊。那为什么党中央要减少场次？党中央减少场次是为了谁？我再说一次，党中央减少场次是为了谁？